一条白裤子就可以穿搭出一周的秋日优雅造型，典型的梨形身材。怎么选白裤子？全部都是丢洗衣机。前一秒要登基的女明星，后一秒100万大单牵在手的女 CEO。冬季恋歌，你们懂吗？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变美小技巧、社交小技巧，大家都说好喜欢、好受用，好像离自己想象的样子又更近了一点。变得更好呢，有非常多的维度。趁着最近几天天气渐渐转凉，我打算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效穿搭心得。毕竟人靠衣装，当我们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啊，身上穿的衣服占了视觉最大的面积，所以在别人深入了解我们之前，我们穿什么很大程度决定了别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当我们呢有精神的皮肤状态、优秀的沟通技巧，如果还有得体的穿搭，就会让我们在生活中还有职场上更加的如虎添翼。那今天高效穿搭的主题呢，我还可以自己设立一个小难题、小关卡，就是用一条白裤子就可以穿搭出一周的秋日优雅造型。为什么是白裤子呢？我觉得在所有的裤子里面，白裤子是最显气质的。它真的不算太好顾，尤其有小孩的情况下，它比其他的颜色更容易显脏。所以呢，当你穿一条白裤子的时候，会不经意间透露出你这个人是被整理过的，是被精心呵护的样子。我呢是很典型的梨形身材，但是我真的有超多的白裤子，各种材质、各种长度，我基本上都有。作为一个白裤子专家呢，今天的第一 part 就要来聊一聊怎么选白裤子。毕竟呢，白裤子百种，好不好看真的差超多。那如果不想看这一 part， 只想看造型穿搭的，就可以自己拉一下进度条，直接跳到下一 part。很多人呢提起白裤子都会打退堂鼓，因为直觉白色很显胖。说起显胖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来讲就非常的有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身材非常不标准、不完美，而且我还是一个2宝产后妈妈。在我绕了无数弯路之后，我发现显胖这件事情啊，跟颜色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跟剪裁的关系才比较大。一个不适合自己身材的剪裁的衣服，除非它是隐形的，我是说哈利波特隐形斗篷的那种隐形，要不然都会大概率的把我们身上的缺点都暴露出来。那在选择裤子版材的时候，除非是那种超模身材、魔鬼身材，没有赘肉、腿型优越，你可以非常任性的去选择像 skinny 这样子的裤子之外呢，大部分的人的身材都会更适合宽松一点的版型。像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种直筒裤或者阔腿裤，我个人呢真的只要穿上那种 skinny 或者锥形裤，真的就是大灾难。但是我穿上阔腿裤或者直筒裤啊，就会看起来整个人就是可以接受的样子。我小的时候有流行过那种非常非常宽的裤子，就是那种裤裆很低，然后有很多男生就称之为潮人，会把那个裤子穿在屁股下面的位置，所以那个内裤头都要露出来，小贾斯汀。现在也很流行啊。我自己是被 New Jeans 唤起了这一段沉睡的记忆。但是我说的这种宽松的裤子，我刚刚讲宽松的版型的裤子，不是这一种。毕竟我的净身高只有162，我经不起我这样子乱穿。我选裤子的时候呢，比较喜欢那种高腰裤，然后最好收腰是收在我身体最瘦的位置，腰线这边要完全贴合，然后背部也要完全贴合，到我的臀线下方的位置才开始垂直或者变阔。这样看起来呢，腿会变得很长，而且因为勾勒了我们身体最瘦的地方，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都会变瘦变高。那在白裤子的材质的选择上呢，我就会比较喜欢垂顺的材料，像比较常见的有3醋酸这一类。但是这一类的材料呢，虽然它看起来也很漂亮、很挺阔，可是呢，它的吸湿性没有这么好。你像在台湾，尤其在高雄这么热的一个环境下，如果吸湿不太好呢，真的很容易闷在皮肤上，会很不舒服。所以呢，我在衣服的材料的选择上，我就更加喜欢像真丝啊、亚麻这一类天然的材料。我常常收到一些观众的留言，问我说，真丝、亚麻的衣服会不会很容易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富贵皱？说的呢，就是像真丝啊、亚麻这一类单价不是很低的材料，有一个天然的褶皱，所以当你穿着在身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不经意的贵气，整一个造型呢都非常的随性、休闲自在。而且呢，经过处理的真丝、亚麻这一类的衣服呢，一样可以做到非常的垂顺。就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周穿搭的主角白裤子，这条白裤子呢是来自 Lily Silk 的，它呢是100%的真丝，而且做到了40毫米。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判断真丝好
好不好、优不优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母米数。通常呢，在同等的条件下，母米数越高，它的品质就越好，也更耐穿、更抗皱。像我这条裤子啊，熨烫过之后，一整天它都不怎么容易皱的。而且呢，它里面还搭配了这个同安丝的内衬，非常的厚实，让整个白裤子呢穿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透。白裤子不透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非常重要，除非是特别设计过的，我其实不太能接受衣服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就透出我内衣或者内裤的样子或者颜色，既不性感也不优雅。我会以为要去海滩。那内衬的话呢，因为是贴在皮肤上的，所以我也非常的重视它整个质感。刚刚有说到它的这个内衬的材料叫同安丝，同安丝呢是一种半天然的材料，它的吸湿性非常的好，而且很柔软。我自己是敏感的皮肤，但是我穿在身上的时候，我也觉得它贴在皮肤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材料非常的妙，它虽然很柔软，可是很垂顺，所以当它拿来做内衬的时候呢，整一条裤子的垂顺的质感也会做得更好。那在秋冬像这一类比较飘逸的衣服呢，我还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忽略，就是它要有很好的抗静电性。虽然我现在在台湾啊，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居住在比较干燥寒冷的地方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这一类比较轻薄轻盈的材质，一旦有静电，它就会贴在身上，非常的难看，而且也不舒服。那因为它的整个内衬呢是同安丝，同安丝这个材料它的抗静电性非常的好，它会让整个真丝呢不是贴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条白裤子，当我做这个秋冬穿搭的时候，只能选一条白裤子，我选的就是这一条 Lily Silk 的白裤子。那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一些白裤子选购的特点之外呢，还有一条通用的小 tip， 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找一家离自己家近的手艺值得信任的改衣服小店。因为我们大部分买的衣服是成衣嘛，像我这样的普通身材啊，直接把衣服买回来就多少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像裤子这样子的，臀围刚好，腰围就太大，尺寸合适，可是长度又太长，很多时候呢稍微改一下就会让裤子更合身，也更修饰我们的身材。这样子比改衣服的大件都超强。对，就会让成衣就变成定制的感觉。所以我不管住在哪里，第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要去找一间这样子的改衣服小店。好，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秋日一周气质穿搭。今天穿搭的所有的衣服呢都来自 Lily Silk， 连结还有优惠码我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刚好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尽情的拿去用吧。而且在这条影片上线的3天内，也就是10月27号晚上7点前下单，备注 GIFT， 还可以收到一份我帮大家准备的专属小礼物哦。好啦，第一件已经在我身上了。现在呢，虽然早晚的气温已经渐渐下来了，可是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第一件呢，我就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针织的短袖的小上衣。这件短上衣呢，它的材质我刚刚看了一下水洗标，是85%的真丝的。我想说，难怪为什么看起来就有一种真丝的光泽感，而且摸起来非常的柔软，并且它这件衣服是可以机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Lily Silk 他们家的东西，因为他们家的东西只要在专业的洗护模式下，用专业的洗剂，基本上都可以去机洗。我之前在和大家分享真丝的时候啊，就有收到过观众好多的留言，安娜，你有这么多真丝的衣服，然后真丝的床单，平时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洗这些东西，不会洗起来很麻烦吗？真的不麻烦，因为我全部都是丢洗衣机而已。目前呢，也都保存着头好壮壮。好，回来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呢，它的颜色是介于绿色和杏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的显白。而且呢，它这个领子是这样子一个大大的方形，然后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角，看起来是一个爱心的形状，显得我们的脸呢也是跟着变成一个爱心脸的样子。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样子方形领的这种衣服的设计，因为我的脖子这一块啊条件并不是非常的好，不是那种女明星这种天鹅脖颈，适当的增加我们脖子这一块的露肤度，会让我们脖子看起来更修长一点。再加上它材质的关系啊，上半身是比较贴身的，裤子呢又是比较高腰的感觉，又是一个阔腿裤，该瘦的地方呢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下半身又比较的修长，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又瘦又高一点点。有很多身上有一点肉肉的女生呢，在穿搭的时候，衣服和裤子都是宽松一点，这样子可以藏肉，但事实上这样子的穿搭呢，就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臃肿。所以呢，我们可以站在全身镜前面，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然后呢扬长避短，这样子才会让我们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状态会更好。到了晚上气温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一件小外套。我真的是无敌喜欢这一件，因为这一件真的非常的软，
它的材质呢是100%的 baby cashmere， 非常的珍贵。什么是 baby cashmere 呢？就是从不到12个月大的内蒙古山羊羔身上采摘下来的羊绒才叫 baby cashmere， 不是所有的羊绒都叫 baby cashmere。这样子的羊绒呢是品质最好的羊绒，好珍贵的感觉。对，差不多19只山羊羔才可以织出一条毛衣而已。所以呢，这条衣服的整一个触感呢，就是又软又温暖，而且非常的透气。因为秋天嘛，温度就会有一些波动，气温稍微有一点点高的时候，它甚至不会让你觉得很热，不会闷汗。我在拍这一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家还蛮热的，但我穿在身上其实是不会流汗。这条衣服其实上一集我们在分享说话技巧的时候就已经穿了，然后已经有很多观众问我是什么牌子的，今天刚好就穿起来和大家当穿搭来分享一下。其实我拍的全程我都是不会流汗，就是会有一个温暖的感觉贴在你皮肤上，但它又非常的透气。在这种舒服的质感前面，我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就是大家穿起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件小外套，却透露出一种低调的奢华。像长这样子的针织外套真的非常的多，从快时尚品牌到更贵价一点的品牌都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但是兼具这样子的柔软，又有这样子可以修饰身形的，真的非常的不好找。因为像这样子的针织衫啊，如果它的型不是很好，就特别容易把我们身上的肉就勒得很明显，一堆一堆的。但是这一件就完全不会。我通常呢就有2种穿搭方式，一种是当披肩，还有一种呢就直接这样子罩在身上，前一秒要登基的女明星，后一秒100万大单牵在手的女 CEO。所以呢，休闲的场合和职业场合都可以随意切换。而且呢，这一件上衣它是可以单穿的，就跟我上一集穿的是一样的，因为它是 baby cashmere， 非常的亲肤，很舒服，不会在身上会有刺刺痒痒的那种感觉。那单穿呢就是上下同色，白加白，上衣和裤子都是白色的，这个造型呢也非常的温柔。再换一个上衣呢，就得到了我们第4个穿搭造型了。看得出来非常的轻薄，它的材质呢是100%的羊绒。那和刚刚那一件 baby cashmere 不一样的，这个羊绒它是没有经过染色的羊绒，也就是说呢，我这一个身上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当初那只羊咩咩的那个颜色，没有经过化学处理，一样柔软透气，而且非常的耐用，生物可降解。那它是几只羊咩咩的毛？是很关心羊咩咩，还是我打电话问那个羊毛厂一下？这个上衣呢是这样子落肩的一个设计，比较宽松的剪裁，穿上去之后呢，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慵懒。想象一下，在秋天的氛围里面，身后都是黄黄的银杏叶或者红红的枫叶，然后那阵秋风吹过来，如果刚好身边又有一个你爱的人的话，冬季恋歌你们懂吗？你确定现在的小朋友知道冬季恋歌是什么吗？这件衣服呢，假如你去上班、去职场的话，就可以加一个腰带，显得更干练一点。那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你就可以搭一个漂亮的小丝巾，你喜欢的小丝巾，或者绑在头上，加一些俏皮的小点缀。那秋天的话呢，气温就比较不平稳，如果刚好气温降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搭上一个这样子的毛衣，把它当披肩，就直接把它这样穿在肩膀上，是不是氛围又马上就变不一样了？你真的是从好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样？我非常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穿搭就是拿这个衣服或者拿这个裤子去试试看它本身不存在的功能，尝试着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惊喜啊。这件衣服呢，它单独穿也很好看，马上我们就可以收获下一个 look。这个颜色呢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灰色，材质呢一样是100%的羊绒，它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圆领设计，有一种随性里透露出一点点精致的感觉。我觉得整个造型啊，整个样子非常适合去上班，因为看起来非常值得托付而且还不怎么好惹的冷艳都会女。好啦，终于到周末了啊！这第7个造型呢，回到了我们刚刚开场的那个造型。因为呢，确实这就是我会在家里穿着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它非常的居家，非常的休闲。我很多时候在家里啊，里面穿一个睡衣，比如说现在，然后披上这个外套呢，就可以在家里院子里面走一走，不会显得我像一个暴露的怪阿姨。这个外套呢，真的非常的柔软，贴在皮肤上呢也很舒服，因为它是25%的真丝加上75%的羊绒，穿在身上就有一种在家过得很好的感觉。出门的话呢，一样就可以下面搭白裤子，或者如果真的已经穿腻了，因为是周末了嘛，大家就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里面搭一个白色的小洋装啊，也非常的浪漫，而且很适合约会。好啦，以上就是本周的白裤子穿搭，从简约通勤到随性居家，是不是白裤子比你想象的更百搭呢？如果你有更多的穿搭的 idea， 也记得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